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很抱歉最近又停更几天了，因为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家里和我妈一起打扫这个房子，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在网上买各种自驾游路上可能会用到的东西。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，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买了哪些东西。好吧，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跟大家开始分享。首先呢，肯定就是这个拍摄必须用到的三脚架了，因为我之后呢是一个人出去自驾嘛，所以说一个三脚架是必须的。然后就是这个了，买了3张地图，这3张地图，一张是桂林的，一张是西藏的，一张是云南的。因为我打算这3个地方呢，应该都会走到，都会经过。然后呢，我在这些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啊，我都把它标记了一些，我想去的地方。贵州省的已经标记下来了，就有些哪些地方会去到的，我就在上面用小红旗标了。然后标了之后呢，大概的路线就出来了。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，因为这上面的标注的信息还是很详细，这样子看路线就会比较直观一点。这个就是3张地图，这3张地图我出发的时候我都会带上，因为出去自驾游地图是必不可少的。然后呢，我还准备了一个12升的水桶，一个人够用了。然后车上用电呢，就是靠这个户外电源电小2了，这个是1000瓦1度电的。我没有打算，因为我那是床车嘛，我没有打算去改装那个用电方面的东西。一来这是不合法的，第二可能是比较不安全，所以我就没打算去改装，直接用这个户外电源作为我的主要用电吧。因为它是1度电的，我平时在路上的话，主要是剪辑视频，然后还有航拍、手机这些会用到电，其他方面应该用电不多。至于我做饭、烧菜那些呢，次数也比较少。其次呢，我打算做菜的话只用气就好了。然后这个电源的话有 Type C， 这个对我很重要，因为我的电脑就是 Type C， 然后我那个充电宝也是 Type C 接口的，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。USB， 然后还有插排插的这些3角插口啊、2角插口都有，所以说户外电源的话，我到时候住酒店可能会比较多一点，就可以用这个直接充满电，在路上跑也可以用车充。反正就是户外电源不用多说，大家也知道了，因为很多人都在用这个。这个是 GoPro， 装在车窗上，用这个 GoPro 来固定拍摄。这里还有一箱，这个是雨眉啊，雨眉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可以装在车窗上面，然后打开一些缝呢，它就不会进水，下雨的时候不会进水，会飘雨进来，不是进水。然后这是酱料瓶，我已经在里面装了这些盐啊、油啊、蚝油啊、酱油啊这些。这个主要是调料盒。然后我一个人的话呢，还准备了这个小煎锅，户外小煎锅，不粘锅，这个应该很好用。反正够我一个人吃了，也是小个，跟我的脸差不多大。然后还有这个小高压锅，也是很小个的，很迷你的。户外的炉头。这个炉头很方便了，因为我不想买那种卡式炉嘛，卡式炉它是比较大，对于我这个小就比较紧凑型的 SUV 来说呢，空间比较宝贵，所以说我就用了这种户外的小炉头。这个小炉头它是可以折叠的，比较方便使用。你看，折起来只有这么小个，这个就是把它打开来的状态，就这么小个，这个还是很方便的，折叠的，反正很小型，小到一个小盒子就可以把它收起来。这个虽然没有卡式炉那种那么直接拿出来用那么方便，但是它方便折叠。现在我来试一下这个炉头，看看气大不大。哇，这个火还是很大的呀。然后这个是露营灯，露营灯它是我们之前用的那种这样子的，一个小小的，主要是它电量很大，其实可以当做充电宝用的，就充手机都可以。然后插在这上边，它有这个遥控的，就可以远程遥控。你看这个遥控我按一下它就亮了，再按也是亮的，还可以改变这个光的亮度。你看，然后这个呢是我的办公桌。它是搭在那个座椅后边的，然后就可以打开来。打开来的话，我
可以放电脑在上边工作。这个应该是擦杯子的，反正就是一个工作台，挂在后边，随时可以工作。对于我们这个在路上要工作的人来说，还是挺实用的。这个椅子，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椅子，小椅子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我的户外桌子，这个是可以折叠的，很小很小，只够放我的那个炉具，估计还能再放一个碗都差不多了。这个可以打开，然后把它给拔起来，就这样子。因为这个是铁网桌，铁网桌的话呢，它上面是不怕热，而且很耐放，在这上面做菜。还有这个是我的这个菜板，这个就是我的户外烹饪所要用到的东西，桌子、凳子、菜板这些。这个是拖车绳，因为怕陷车嘛，所以就准备了这个拖车绳。拖车绳呢，就是方便救援才用的拖车绳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防晒的，你看它是长条形的，这个跟雨伞一样大小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这个随身 WiFi 了。随身 WiFi 呢，我们用的是比较大容量的，就是电力续航比较久的。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到网络嘛，就是一直使用上传啊，还是剪辑啊，还是搜查资料都要用到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网络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。我们选择的是用电信卡，因为电信卡呢在野外，特别是西藏比较偏僻的地方都比较有信号都比较强。所以说，对我们这些随时随地都要工作、都需要用到网络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都有提到过要我们使用那种物联卡，物联卡其实我们用过，但是都比较差，效果很差。所以说我们后面都放弃了，我们使用的都是电信3元1G 的那种。这个流量的费用虽然很贵但是它的网络是十分的稳定，而且十分的快速的，就是很快，就是4G 嘛。上传一个视频可能就10分钟这样子，对我们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就是生命，就是效率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就选择了这一款随身 WiFi， 然后插的是电话卡、电信卡。好像没有了吧？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忘了介绍，就是这个工兵铲，便携型的。别看它是很小个，但是它是十分的有用。这个工兵铲呢，就是在野外陷车了，就特别的有用，对你铲那个泥巴呀，或者割树木啊、砍树啊，或者当锄头用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我还买了个这个千斤顶，它标的是能承重2.5吨，但实际上因为它是欧标的，所以它的实际承载力是大概在3.125吨这样子。这种比不上汽修厂的那种大型的卧室的千斤顶，但是呢，我们家用的那个 SUV 都可以了，没问题的了。这个千斤顶还挺小巧的，其实你看一下，跟我的脚相比。刚刚还忘了介绍，买了一个睡垫，就在车上用的单人小睡垫，自动充气，一打开它就有气进去。这个是1.8米乘以65厘米的，我一个人睡是刚好。它这边比较厚，这个是枕头，你看已经吸气吸起来了，感觉还可以耶。你看现在这个垫子呢，它已经吸气，慢慢吸气胀起来了。我试着躺一下，还是挺舒服的，这样子睡还挺舒服的。我把那个枕头的那个气孔给关了，它就不会漏气，发出那个声音。然后它这个还挺软的，挺舒服，感觉挺不错的。收纳还是挺方便，收纳的时候把这个气排空就可以了。试一下。我想想还有什么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脱困板，还有防滑链，我还没有买，因为在户外可能会走到一些高原，然后下雪的地方，如果没有防滑链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危险，这个我可能要准备一下。以上呢就是我为我自己的自驾所准备的东西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其实大部分东西可能会用不上，包括那些工兵铲啊、拖车绳啊都不一定用得上，但是这些也是必须准备的。那万一遇到了呢？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了，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为我的自驾游出行所准备、所购买的一些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遗漏了或者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，感谢大家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